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班森。今天我们来讲为什么中国东北和美国铁锈带会出现相似的命运。大家有没有想过，中国东北和美国铁锈带，一个位于亚洲，一个位于北美，相隔1万多公里，却在过去几十年里出现了许多令人惊讶的相似现象。他们都曾经是国家工业文明的心脏，都创造过惊人的财富，都养活过数千万工人和他们的家庭。然后他们都开始经历增长放缓、人口流失和年轻人外流的挑战。很多人会说这是因为时代相同，也有人会说这是因为经济政策出了问题。但如果答案真的这么简单，为什么在地球两端不同制度下的2个地区会走上相似的道路？更奇怪的是，这并不是第一次。在美国之前，英国北部的工业城市也曾经历过类似的故事。似乎每隔几十年，世界都会出现一个新的工业中心，又会出现一个逐渐沉寂的旧工业中心。那么一个地区为什么会因为工业崛起而又衰落？美国铁锈带已经比东北提早走了几十年路，他们后来怎么样了？东北能从中借鉴到什么吗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。今天的很多年轻人可能很难想象，曾经的东北到底有多强。上世纪80年代初，东三省人口只占全国约 8%， 工业总产值却长期超过 15%， 重工业占比更高。当时中国最大的钢铁基地是鞍山钢铁，在新中国工业化初期，鞍钢一度贡献了全国 40% 以上的钢产量。中国最大的油田是大庆油田，在1970年代，大庆生产的原油曾占全国总产量的1半左右。中国第一辆量产汽车解放牌汽车诞生于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中国最重要的汽车工业也集中于东北。换句话说，东北是以不到1/10的人口支撑着整个国家工业化最重要的一部分。共和国工业体系中最重要的几个名字几乎都来自东北，所以东北还有一个称号——共和国长子。而在地球另一边，美国也有自己的共和国长子。二战结束后，美国成为世界第1工业强国，而支撑美国工业霸权的核心地区，正是后来被称为铁锈带的区域。1950年前后，美国又有1半以上的钢铁产量来自五大湖周边地区。匹兹堡所在的宾夕法尼亚州一度贡献了全美1/3以上的钢铁产量。汽车工业的集中度更高。1950年，美国生产了约800万辆汽车，其中绝大部分来自底特律及周边地区。通用、福特和克莱斯勒3大汽车巨头全部都把总部设在这里。当时美国的前10大制造业城市中，有1半以上位于铁锈带。当时的底特律人口比今天的旧金山和西雅图加起来还多，而匹兹堡则被称为钢铁之城，曾被认为是世界钢铁工业的象征之一。所以无论是东北还是铁锈带，它们都不是普通的工业区，而是各自国家工业文明的心脏。在计划经济时代，中国最重要的钢铁、机械和汽车工业都集中于东北。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，东北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，更代表着国家工业化的起点。而在美国，铁锈带则聚集着全国最重要的钢铁厂、汽车厂和制造企业。底特律生产汽车，匹兹堡生产钢铁，克利夫兰制造机械。美国战后工业繁荣最耀眼的成就，几乎都能在这里找到源头。他们不仅创造了财富，更塑造了整个国家对于繁荣和未来的想象。工业文明有一条残酷的规律，很少有地区能够永远依靠同一种产业优势保持领先。一个地区成为工业中心之后，会聚集越来越多的工厂、好的工作机会和丰富的人才。但随着经济不断发展，其他新的地区也会成长起来。他们可能会拥有更低的成本、更大的市场、更便利的交通，或者新的发展机遇。于是，原本集中在这个地区的工业活动开始逐渐扩散和重新分布。美国更早地遇到了这个过程。20世纪70年代以后，日本汽车崛起，德国制造重新复苏。后来，韩国、中国等国家也加入制造业竞争。底特律的企业突然发现，他们面对的已经不再是隔壁的城市，而是整个世界。越来越多的制造业开始离开铁锈带，流向新的地区，工厂减少，工作岗位减少，整个铁锈带开始慢慢失去过去的中心地位。东北经历的过程并不完全相同。在新中国成立的很长时间里，东北是全国工业体系的核心。后来随着政策的调整，沿海地区开放以及新的经济中心不断崛起，东北不再承担过去那种几乎独一无二的角色。越来越多的产业、资本和人才开始向新的地区流动。东北过去的优势并没有消失，但它已经不再是唯一的工业中心。虽然失去中心地位并不一定意味着衰落，
但它意味着一个地区必须开始面对更加激烈的竞争，并寻找新的增长动力。这里有一个很多人容易忽略的事实，工业文明的发展更像一场不断扩大的接力赛。英国曾经是世界工厂，后来转移到了美国，美国的部分制造业又转移到了亚洲，而亚洲内部也在不断出现新的制造中心。同样的，一个国家内部的工业布局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。所以东北和铁锈带最相似的地方，并不是他们的经历是由于完全相同的原因所导致，而是他们都曾是工业中心，却又都面对着相同的问题。当自己不再是唯一的工业中心以后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工厂关闭，失去的并不仅仅是工作岗位，更深远的变化是年轻人的离开。因为对于20多岁的年轻人来说，一座城市最重要的资源不是过去有多辉煌，而是未来还有多少机会。美国铁锈带就是如此。1950年，底特律人口达到185万，是美国第4大城市，而到2020年，它的人口只剩下了64万。克利夫兰的人口从接近100万下降到37万，大量年轻人和家庭迁往南部和西部的新兴城市。而今天的东北也正经历类似的变化。2010年至2020年，东三省人口减少约1100万人，其中既有出生人口减少和人口外流的影响，也有老龄化带来的长期结构变化。不少年轻人选择前往长三角、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寻找新的机会。这些城市失去的不只是一个账面人口数字，更是未来的发展潜力。这些宏观的变化最终都会落到每一个普通人身上。假如你出生在一座正在衰退的工业城市，你的父母在这里工作，你的朋友在这里长大，你对这座城市的所有记忆都留在这里。可是当你20多岁的时候，你突然发现新的工厂越来越少，新的机会越来越少，身边的朋友开始一个接一个的离开。这时候你会怎么办？选择留下还是离开？离开意味着更多机会、更高工资和更多的行业选择，留下则意味着更低的生活成本以及父母、朋友和熟悉的一切。当年轻人选择离开的那一刻，被带走的不只是一个劳动力，还有未来的家庭和孩子。工业中心的地位可能在几年内失去，但年轻人的离开会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持续影响这片土地。一座城市最宝贵的资源，或许不是厂房，也不是机器，而是那些愿意在这里工作、生活、结婚、生子，并把未来留在这里的年轻人。这是整个故事最有意思的地方，因为美国已经提前交过答卷了。铁锈带的衰落并没有在某一天突然结束，几十年来，美国人一直在寻找同一个答案：一座失去工业优势的城市还能不能重新繁荣？他们尝试过很多办法，有人希望钢铁厂回来，有人希望汽车厂回来，有人希望回到那个工人拿着高工资、工厂烟囱日夜运转的黄金时代。但现实证明，一旦产业迁移完成，历史很少会简单的倒退回去。后来一些城市开始尝试发展商业、旅游业和服务业，这些办法能够缓解问题，也能创造新的工作机会，但他们依然很难取代工业迁移留下的巨大空缺。直到后来，一些城市开始意识到，真正的问题或许不是如何回到过去，而是如何找到新的未来。匹兹堡就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。上世纪80年代，匹兹堡的钢铁产业几乎崩溃，几十万人失去工作。很多人认为这座钢铁之城已经没有希望了，但匹兹堡最终选择了另一条路。它没有试图重新成为钢铁中心，而是依靠大学、医疗和高科技产业逐渐建立起新的经济基础。今天的匹兹堡已经成为机器人、人工智能和自动驾驶的重要研发中心之一。它再也不是过去那个烟囱林立的钢铁城市，但它也没有没落到消失，它只是变成了另一座城市。匹兹堡并没有恢复到钢铁时代的规模，但它成功避免了继续衰退，并建立起新的增长基础。当然，也并不是所有铁锈带城市都完成了转型，匹兹堡只是其中相对成功的案例之一。而这或许也是铁锈带留给东北最大的启示：一个地区的未来并不取决于能不能简单的回到巅峰时期的过去，更重要的是，在新的技术条件、产业条件和市场条件下，能否逐渐形成新的优势。那么让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问题，为什么中国东北和美国的铁锈带如此相似？因为他们面对的从来不只是某一个国家、某一个地区的问题，他们面对的是工业文明共同的问题。当一个时代结束以后，一个地区如何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？
工业革命创造了他们，全球化改变了他们，而人工智能、新能源和机器人技术正在开启新的时代。历史已经证明，没有任何一个地区能够永远依靠同一种产业站在巅峰。英国北部如此，美国铁锈带如此，未来的其他工业中心或许也如此。美国铁锈带几十年的经历说明，一个地区失去原有的工业优势之后，并不存在简单的回头路。真正困难的地方是如何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新找到自己的增长动力。历史上那些成功转型的城市，并不是因为他们更聪明或者更努力，而是在新的技术和产业条件出现之后，他们逐渐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新道路。对于东北来说，真正的问题或许不是如何回到过去，而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还能形成什么新的优势。那么你还有哪些有趣或好奇的话题想要了解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以后会再做影片和大家分享。喜欢这期视频的话，还请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们下期视频见。